大家好，歡迎收看博家鷹眼雷達。今天我們的挑戰地點來到了台北市的另一個都市叢林——台北植物園。歡迎收看鷹眼雷達。讓我們帶大家去都市的各個公園、郊外的樹林草原，又或是走向世界各地，玩遊戲、做挑戰，一起找尋不一樣的鳥類以及野生動物吧。拍攝野生動物時，請記得不逼迫、不餵食、不干擾。想要拍攝自然的奇蹟，請務必保持最美的距離。其實，在來之前，我在網絡上做了超多功課，大家都在傳植物園根本是新手天堂，隨便拍都有，各種特別的小家伙更是滿天飛。所以，我今天的期待值真的超級高。但是，你們看我的表情，這趟旅程跟我原本想象的，好像有點不太一樣。究竟是我們運氣太差，還是植物園有什麼不為人知的潛規則？看下去你就知道啦。這個畫面裡有超過7隻妹妹鳥，超級多。我們在路上。我們繞了一下，原本都已經想說，不然超商隨便吃一吃就好了。結果居然發現了這家就在植物園門口，但是連 Google Map 上都找不到標示的邱媽媽牛肉麵。老實說，我原本只是抱持着一個只雞隨便吃一吃的心情走進去的，結果哇塞，完全出乎意料哎，比我預期的好吃太多了，有一種挖到寶的感覺，算是今天開局的一個小確幸吧。吃飽喝足，戰鬥力滿點，走！進攻植物園啦！我們這次是從博愛路的門進來的，這是我第一次來台北植物園，第一印象真的不錯哎。這裡的植被很豐富，陽光灑下來的感覺，哇，好像有點漂亮。我們回家才發現麥克風沒電了，所以後面的影片完全沒有收音。才剛進來沒多久，馬上就有一群綠繡眼出來迎賓。我心想，妥了，今天絕對沒有問題，絕對是大豐收。但我萬萬沒想到，這群綠繡眼居然是我們接下來2個小時內看到的唯一亮點。現在時間下午1點多，我們開始在園區裡逛啊逛，繼續逛啊逛。這個跟我們之前看到的五色鳥洞好像哦。再給大家看看我們之前拍過的五色鳥洞，就是像這個洞，它進去之後會再往下挖。原本網絡上說的那些小家伙，現在一隻都還沒有看到。不要說鳥了，我幾乎連鳥叫聲都沒有聽到。整個植物園安靜得很詭異。好不容易看到東西了，結果是2隻地瓜。它們動都不動，甚至連理都不想理我。感觉发现了什么？
我們就這樣從1點逛到了3點，腿都酸了，記憶卡還是空的。那時候我心裡真的在想，慘了，今天該不會要共估回家了吧？走到下午3點多，波妞去上廁所，我一個人坐在路邊的長椅上發呆。這時候的我其實已經打算放棄了，想說休息一下就準備撤退回家吧。就在這個時候，突然一隻小家伙直接飛到我面前的這棵樹上，定睛一看，嘿，是老朋友栗秀妍。雖然是很常見的鳥，剛剛進來植物園也已經看過了，但在歷經了2個小時的鳥荒之後，看到它簡直就像看到親人一樣。我想說，好吧，加減拍一下，不然今天快門真的沒有按幾下。就在我拍綠秀妍的時候，旁邊突然傳來了回回回的叫聲。這聲音難道是？Bingo，是黑枕藍翁。而且不止這一隻，我也開始聽到了四面八方傳來的鳥鳴聲。接下來的半個小時，真的只能用神奇來形容。原來不是沒有鳥，是它們跟我們一樣都要睡午覺啊！3點一過，全體起床點名。你看這隻樹雀正津津有味地吃着紅色的果實，那個紅配灰的顏色在鏡頭裡超級美。連松鼠也餓了，這隻直接在我們面前啃樹葉，那個咀嚼的樣子也太療癒了吧！接着，我們走到一個有2樓的弧形牆，看到了這隻雀鸲，像個大明星一樣站在舞台正中央，背景跟光線剛剛好。最誇張的是，這隻白腰雀鸲，它完全不怕人呢，甚至是自己主動跳過來，跑到我面前找我拍照的。這種距離我都不用裁切，直接爆框。還有看到一隻不確定是暗綠還是極北的小可愛柳鶯，在樹枝間跳來跳去。不過它的速度實在太快了，好不容易才拍到這2張嘟嘟照。有沒有知道的朋友，底下留言告訴我他是誰。從鴉雀無聲到抬頭處處都是鳥，這次台北植物園的體驗真的讓我上了一課。這是我第一次這麼真切的體驗到，原來中午跟傍晚的鳥況可以差這麼多。所以各位鳥友們，下次來植物園不用太早來曬太陽，先在家悠悠哉哉的睡個午覺。等你起床了，小可愛們也差不多睡飽了，就是我們準備大顯身手的時候啦。今天雖然前面什麼都找不到，但最後這波大爆發還是很開心的。而且台北植物園真的是非常漂亮的一個公園，很值得下午來散步走走喲。謝謝大家的收看，我是波霸。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，記得幫我們按讚、訂閱、分享。我們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。我新開了一個 LINE 的社群，波霸的裝備袋，裡面有最真實的器材實測、配置建議，還有我私房拍攝心得。如果你也是裝備控，或者對生態攝影有興趣，歡迎加入我的新天地，一起交流討論喲。未來如果有團購或是各種優惠資訊，我也會第一時間分享在裡面喲。連結就在資訊欄，讓我們在那裡繼續聊攝影、聊鳥鳥、聊裝備。我們社群見。